就咱们这么精挑细选的，什么时候才能有商务合作？没有商务合作，咱们这个工作室运营真的会出问题。我知道，我也发愁呢，但是这块儿这商务的事儿，咱们真的只能是宁缺毋滥。还好，我备了个后手。惨我了，圣多仔。啊，这个牌子我知道，我看过他们厂家直播。这总可以了吧？大厂家有信誉的，可以。我觉得这个合作的可能性非常非常的大，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咱们还是得先试一试。漏吗？不漏吧？没问题，没问题。老实说，这一刻的我，像在夹缝中挣扎了很久的种子，终于钻破了一点点土壤，敢喘口气了。都说有家室的人，进可攻，退可守，无论做什么，都会有人为你撑伞。可这段时间以来，我头发掉的比以前在家码字儿的时候多了。创业这事儿，别说我以前没有想过，就是此时此刻，我也依然不敢往大了想。我生怕大家费了9牛2虎之力把我送到这个位置上，结果我竹篮打水一场空。那到时候该怎么收场呢？我又该怎么面对那个直到现在都不敢把自己做全职爸爸的事儿告诉父母的周全？这么破费啊！认识到现在第一次送我东西啊！你这无事献殷勤的，什么事儿啊？不是什么大事儿，都是你能办到的小事儿。那我听听。我们公司现在不是刚刚起步吗？我之前在出版社的那些资源和那些客户，跟现在的车厘子不太能匹配得上。但实话实说，如果我们公司不做商务的话，肯定活不下去。但是我对商务有我自己的要求，毕竟我们面对那么多的读者，肯定还是要负点责，靠点谱的，对吧？那你们选择靠不靠谱，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你选择客户非常靠谱，我确实对你们公司进行过背调，你的选品都特别的优异，所以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给我引荐一些客户，其他的你不用担心，你只用给我牵线就可以了，后期我自己去维护，分成你也不用担心，你3我们7 ，OK 吗？4、6开。我呢，只负责牵线搭桥，那能不能谈得成，看你们自己。同意。如果后期资源共享，我们也要求同样的分成。可以，没问题。合作愉快。这么正式啊！合作愉快。你怎么自己叫车了？我可以送你呀。哎呀，不要不要，你还要上班，你要再挨着，我自己可以的，没问题。车已经都来了，哎呀，这次来特别高兴哈，真是的。不过就是打搅了，你呀好好的照顾小丽还有孩子，听见没有？好。还有啊，一定替我给你妈妈道个谢哈！你这带着我又弄指甲又玩的，他跟你玩的也可高兴了。是。那好，你们就好好的啊，我就走了哈。好，有时间再来。好，拜拜。到了跟我们说一声啊。到了，我给你打电话啊。哎，好，回去吧，快，上班别迟到了啊。好，再见。再见，妈。再见。没送成妈难受了吧？至少咱们不用演戏啦。是，没事，你也辛苦了。
确定这是艾文的同班同学吗？厉害吧？不然我怎么可能不敢上呢？接下来，请欣赏我们原创的英文诗朗诵。I loved you for 4 days. Spring, summer, autumn, winter. Oh no, maybe 3 days. Yesterday, today, and tomorrow. How about 2 days? Day and night. 但是说这么长时间， Maybe 儿子 1好像 day 不行。 is enough. Every day. The fox and the stork. Fox and the stork were good friends, but 你看见 fox 没有？ loved playing 这才说了一半。 He invited 咱 the 儿子 stork for 比吃奶酪 dinner. 棒肯 Fox 定比他们都 put 强 some。soup into the very shallow dishes. Poor stork, he couldn't eat anything. 这个呢，就是我拿回来的一些资料，咱们大人都先选一选，看一看。我是觉得啊，这贪多嚼不烂，这太多了这些。不是，这不是说都要学，这是给您选对，择的。我们看看对哪些适合他。我是觉得哈，还是学英语，完了之后加上个绘画。英语不算特长啊，你觉得？乐器呢？我觉得艾文吧，性子有时候有点躁，学乐器是不是能让他安静一点，有耐心呢？两位，这个我都考虑过了。我锁定了2个运动，一个是马术，一个是冰球。马术，哟，马术。您先听我说哈，这个马术冷门，它这价格啊，就把好多人都拦在门外了。这个我们也承担不起，真太贵了，这马术，而且确实也有一定的危险性。那么冰球呢，我个人觉得是比较适合艾文的。他呢有这个团队协作，我们孩子这个一直比较独啊，这样他可以跟别的人互动起来。但是这冰球也挺危险的呀，穿上那冰刀，完了大铁棍子，就你看就这么一挥，多危险呀！现在都是专业的，他有护具呢，妈，这你放心。我再看看它这价格吧。哟，天哪，也挺贵的呀。这个我们还能承受吗？价钱上你就不用想太多，我们现在的收入比以前强了，你这个你是知道的呀。给孩子多花一点，如果真的对他好，我觉得这个钱是值得花的，这个你不用考虑。目前我觉得这是最好的选择。我呢倾向于试试，因为我觉得刚才周璇说的那个很重要，培养他的团队意识。他以前就是自私，不喜欢跟小朋友分享。那我觉得这个运动在这方面对他是有锻炼的。而且本身滑冰它也锻炼小孩的平衡力，还有这个形体协调力。要不然我们先带他多试试冰球和乐器，反正最终让艾文自己定，好不好？当然，当然。我回来了。二哥回来呀？啊，都乐不思蜀、流连忘返了吧？你快来帮我搭把手吧。哎，你说你们这群老头老太太，是吧？不说跟家好好待着，大老远的还要去参加什么合唱比赛，啊，这折腾了这么好几天。哟呵，我看看，这个不容易，就得了这么一个重在参与奖啊！啊，对对对，还拎回一桶油来，这，哎呦，真够可以的。当然可以了，那这参与奖也是奖，那是我们大伙儿一起努力得来的。再说这桶油够咱家吃好几个月。你这连来带去的路费还有吃喝都是自费的吧？啊，这点钱够你买20桶油回来了。不是我说你们，人家年轻人吧，精力充沛，没处发泄。说你们也跟着瞎凑热闹，谁乐意看你们呢？哎呦，不，周志成，我这没走2天，你怎么把家里弄得这么乱、这么脏啊？你也不打扫打扫，跟猪圈一样的，你待在这里边，你舒服吗？这不是你的活吗？结婚这么多年，我做过家务吗？你现在都退休了，你可以有时间打扫一下。我退休比当初上班还忙呢啊！你看我这每天写大字、看报纸、
刷手机，还得学着发朋友圈。好，谁有那闲工夫跟？哎呦，哦，走。你干嘛去啊？啊？你干嘛去啊？给你腾地儿收拾屋子呀。哎呀。看这团购了吗？看到这湿纸巾我觉得特别合适。是啊，对，没有酒精的，对比之前那还便宜一些。哪也能用。我发你们吧，发你们。好。哎，艾文爸爸，你们去哪儿啊？我带孩子打冰球去。哦，冰球课听着蛮高端的，多少钱一节课？它是500一节的，一下得上2节，主要是为了锻炼他。那我先走了。哎，你好。拜拜。啊。这么贵，一个星期2节课，1个月就4000，这顶上我们家1个月的伙食费了。你聊那个艾文去上冰球课，我想着说，要不也让咱们女儿去试试。不是，人家是男孩，一个女孩学冰球干嘛呀？冰球多危险啊！要受伤了怎么办呀？我们先走了啊。人家说了，这冰球课不是，你怎么那么愿意听他说呢？不是，我觉得人家说的有道理呀，而且我也说去试试，我没说一定要上呀，怎么了呢？你多少钱一节啊？500。500？不是，你是觉得我挣钱特容易是吗？你给他报了多少个班了？我不都是为了孩子好吗？这钱我也没有乱花吧。以后你做事情能不能有点主见？你老听人家说什么呀？以后我告诉你啊，不准跟他聊天。愣着干嘛？回家做饭了。走，宝贝。对，手打开，走，要做饭。对不起，对不起。没事。哪个是你的孩子？啊，这个穿蓝衣服的。哦，他看起来非常灵活。谢谢。你是一个人来的吗？啊，对。全是吧？对，全是奶吧？应该算是。你也是吗？是的，是的，我叫 Sam。哎，周全。哎，哪个是你的孩子？那个白色衣服的外国人啊。他也很棒。真高兴认识你。我觉得我们这样的人应该不是很多啊。是不是？我们很多啊，我也可以去。来。周全。你好，曾晨。哦，你好。哎，你好。说了，有很多家长对孩子要求严格，但没想到这么夸张。其实我们也重视孩子的教育，但大多还是出于兴趣，不是为了上学。是的，我们也想过。你这以偏概全了呀！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教育方式嘛。像我们家放养，他习惯什么那就给他做什么了。至于升学什么的，不勉强。其实我有个问题，你们怎么做，就是不害怕孩子学会，功利性？我是这么觉得啊，因为社会就是一个大缸啊，人嘛难免会有功利性。然后呢，我也很希望像陈先生这么潇洒，就是让孩子就是放养快乐式教育。可架不住身边这些家长，他们真的很拼呐，他们的孩子什么都学。我就怕我的孩子会不自信，他跟其他的孩子在一起会像个笨蛋，时间长了以后，他就在这个缸里边沉底了，我就很犹豫，每天都很犹豫。来，干杯！这里怎么样？是老郑发现的，小朋友能玩得开心，我们呢？
开心啊！所以这也算是你们一个固定的据点，是吗？嗯，是的。太好了，我以后也可以经常来吗？可以啊，可以啊。下了。我回来啦，儿子，老公，上哪儿去了？这是。老公，我回来了。呀，你回来啦？啊，周璇他们呢？哦，带孩子打冰球，还没回来呢。闺女，坐下。什么呀？你看看。哇，我最爱的鸡汤。对呀，我闺女工作那么辛苦，我得给她补补。趁他们不在，我吃点独食啊！吃吧吃吧。哎呀，就我妈最疼我。当然了，哎呦，哎妈，你说你这鸡汤怎么炖的这么好喝呀？多喝，好喝，好喝。妈，我看李阿姨今天发朋友圈说他们要去黄山，我怎么没听你说这事儿啊？你不去吗？跟他们一块去玩去呗。趁现在周全带孩子，你有时间，你那么爱玩，你去玩的开心，然后我报销，好吗？你挣钱容易啊？啊，上班写，下班回来对着电脑写，是吧？养完儿子养老公，现在还让你妈出去玩去，我不去。我知道你心疼我，知道，我也心疼你啊。所以黄山去不去？去。对呀，去吧，多好呀！我知道你想去。哎，明天我就带你去买几套特别酷的装备，保证你是那一群阿姨里边最靓的姨。对，最靓。我怎么觉得我比人大一辈了？崽，快喝。哎，你干嘛去了你？弄这么晚啊，发消息也不回。抱歉。什么情况？我这我跟你说。你是喝酒了吗？一点点。你带着儿子在外头喝酒，你在想什么呢？哎呀，今天特别开心，我跟你说。你先别说，你赶紧洗洗去吧，臭死了！造反啊你！在这儿喝酒，我帮忙翻个身上的衣服。对。看来你是想造反呀？什么？带着我儿子去喝酒，还在床上蹦。他们都喝了。他们是谁？什么坏朋友？奶爸们。奶爸们？我今天和儿子去打冰球，认识一堆奶爸，跟我一样，孩子们也都一起打球。然后完了以后呢，他们就叫我跟他们一起去聚会了，聊天。啊，聊得这么开心。哎。组团骂老婆特爽是吧？绝无可能，你自信一点好不好啊？怎么可能会骂老婆呢？我们聊的全是孩子的教育问题。啊，他们找了一个那种，像酒馆一样的俱乐部，可以喝啤酒，孩子们可以打游戏，然后还可以画画。然后我们都是 AA 制，我们喝着啤酒，看着球，看着孩子们跑来跑去，哇，原来生活还可以这样。你不高兴了吗？没有，我是看见你高兴，我特别高兴，因为你找到了群体，然后你不觉得自己那么孤单了，对吗？对呀，像一只鲸鱼，咵，在大海中找到了群体。
哎，我这看好好，你干嘛给我换台啊？都是这家长里短、婆婆妈妈的事儿，有什么好看的？没意思。电视剧可不就这样吗？婆婆妈妈的，只要让人高兴就行了。那你觉得什么有意思？要说当初上班的时候，和同事们一块聊聊天儿，下班以后有时候还能喝点小酒，那多带劲！哎，哪像现在啊，1个礼拜了，这家里边不一定来了1个人。嘿，哎呀，那你说我不在家闲着看电视，我要干什么呀？哎呀，这多正常啊！以前你在单位是个领导，他们啊都哄着你，陪着你玩，让你高兴。现在你退休了，人当然就不来了，可不就得自己给自己找乐啊？你说前几天，让你跟我一块儿去看看儿子、孙子，你不愿意呀？那怪谁？哎，对了，说起去周全那儿，你觉得他那份新工作怎么样啊？还行吧，哎呀，不太忙，还有时间陪小丽和艾文。我跟你说，不太忙就是说明不受领导重视，知道吗？这孩子也是，干什么事情都温温吞吞的，这么多年了也没什么长进。你看那个谁，那个小袁，那小时候都跟在周全屁股后边玩的，现在呢，人家当大老板了。说到底，还是咱们家周全缺少魄力和闯劲儿。谁缺少魄力？谁缺少闯劲啊？哪有你这么说自己孩子的？周全有周全的好。哎呦什么呀？那小袁是现在厉害了，是老板，可是你看都30了，还没结婚，连媳妇儿都没有。要说呀，他妈妈真不容易，从小一个人把他拉扯着，哎呦，吃多少苦啊！就他那个爸太不着调了。哎，要说这一点啊，你还真比他爸强。哎，盛秀兰啊，怎么说话呢你？我说怎么了？你越说越不靠谱了。他爸能跟我比吗？是吧？他爸什么东西，我什么东西啊？你不是东西。那是，哎，谁不是东西啊？不是你才不是东西呢！你看你真的不是东西。你别说了，这把我都带沟里去了。你本来就不是东西呀！行了，别瞄了，赶快闭嘴吧！你还笑什么笑啊？就赶紧给我加点洗脚水，热的。袁总，有空吗？想请你吃个饭。多亏了你，我已经圈定了第一批的合作名单了，商务方面。不用那么客气了。我看你们数据上去了，不用麻烦啊。你是不是感冒了？是啊。怎么，你要买东西，和要来看我呀？不用这么麻烦。地址给我。啊？哎，谁呀？我啊，孟非，我都说了来看你嘛。真来了？生病了？啊？这么半天才开门，弄头发的吧？没弄。拿着。这什么？马小。你给我的？我生病，你给我吃这个呀？跟你说，你就是感冒，没那么严重，吃点辣的，发发汗，什么都好了。毒死我得了呗！这叫以毒攻毒，知道吗？哎，你怎么坐下了？你们家来客人，不去倒杯水招待招待啊？啊？不，咱俩到底谁病了？
文吗？那个孩子是吗？不是吧？什么不是吧？怎么回事啊？你看，我每次说来看你们就不让来，为什么呀？没有不让您来。周全，哎，妈，您怎么了？我帮他买衣服，他撞见了。艾文，哎呀，哎呀，这孩子，哎呦，你看一人拿着一个棍儿，太危险了。这个可不是一人拿着一个棍儿吗？妈，这运动就是这样啊。不是太危险，你杵着眼睛怎么办？怎么会杵着眼睛？他们戴着头盔呢。哎呀，你看，摔了吧？你看摔了，他摔了很正常。没事儿嘛，他穿着护具呢。不行，你看看这，你看看这孩子骨折了没有啊？妈是这样，我觉得跳皮筋更安全。那咱跳吗？我同意跳皮筋，不是我跳皮筋也会摔啊！你干嘛呀，妈？我得看看这孩子。不能进行比赛呢。妈，咱们别喊这么多人呢。你看，你说让孩子有男子气概是吧？那只有这种竞技性的运动才会让男孩有气概啊，对吗？不是，那得看看孩子呀，你这个。哎，你带妈买什么呀？对妈，哎，你喜欢那个牌子，限时打折抢购，咱快去吧，到点了。不是那孩子，我看看他先去买东西。妈，你不是答应我交给周全了是吧？对，是交他了。哎呀，他爸在呢，你走吧，哎呀，你孩子，没事儿。哎呀，你别忘擦汗啊。好。不是你在这吃香喝辣，能不能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啊？哎呀，我跟你说，这小龙虾太好吃了，真的，你不吃太亏了。你是来看病号的吗？我不是给你买药了吗？感冒的专人都买了，你喝那粥喝挺香的。不是你怎么这么嗨呀？我可不得嗨吗？你介绍那些客户真的特别上档次，过2天一签约，是好处少不了啊。不至于啊，车丽是我大哥的老婆，帮他应该的。再说谈成也是你自己厉害。别废话，我不想占你便宜，说好了4、6开啊。这便宜我不要，你别祸害我就行。嘿，我还就祸害你了，怎么着？你这健身白练了是吧？怎么越健越虚啊？我跟你说，你就应该喝2口，你喝2口没准就好了。喝2口我再死了的。我有一次在尼泊尔，我拉肚子，吃什么药都不管用。哎，我就喝酒，我连喝2天，好了，啥事没有。是啊，你多厉害，你多猛，你谁呀？你别那么娇气，你一大男人生点病算什么呀？我一女的都不怕。哎，你信不信？我现在就亲你1口，我连传染都不怕。那我真不信。挺辣呀。哎呦，疼吧？好冰，疼。来，我看看。疼吗？啊，疼吧？哎呦，乖，你喜欢打那冰球吗？你要不喜欢的话，跟外婆说，外婆跟你爸说，咱不打了啊！你看看。外婆，说实话，我真的很喜欢打冰球。哦，真的？外婆，我觉得打冰球不苦。不苦啊！哎呦，我这乖哟，受了伤哦。外婆，听说你要去爬山了。如果我不用上补习班，我也想跟你一起去。我能像蜘蛛侠一样，噗噗噗噗，马上以最快的速度爬上山顶。哎，怎么着？噗噗噗，什么？噗噗噗噗，要噗噗噗噗噗噗。你妈妈给我准备了好多的装备，到时候爬到山顶给你拍视频让你看，好不好？好。好。外婆，你快发射呀！噗噗噗噗噗。今天早点睡啊。噗噗。不好意思啊，我得讲完故事才能出门。
我自己干这么多了，买醉啊？等你呢嘛。以前也等过呀，没干这么多啊。拿个杯，谢谢。怎么了？遇上事了？我恋爱了。这不是经常的事吗？什么？你这次不一样啊！这次又不一样了。怎么叫又？你是见不着人家想人家？想。几级啊？8、9吧。这可不少。以前都是4、5。持续多久了？得有点时间了。结婚吧。什么叫结婚啊？你想你干嘛不结啊？我之前没人我就想呢。是啊，都没结成啊，这次都8、9了，不结啊？主要因为我想到结婚嘛，我妈那脸上哀怨的表情就出现在我面前了。你知道，就我小时候，老师一直以为我们家是单亲的，就我爸那工作一起行就是半年，巨少离多。你说一个女人带着俩孩子吃多少苦啊？你能想象吗？所以你说我呀，我是对自己没信心，对别人也没什么信心。对，你姐那时候也是这样，就是一提结婚就跑，就抓狂，借口。我觉得你们啊，有点拿这个事儿当借口。时间长了呢，你就相信了，它就变成了一种无法挥之而去的恐惧。我觉得婚姻啊，你首先别把它想得特别的神圣。当然，婚姻固然神圣啊，但是你老是前怕狼后怕虎，你不去尝试，那你怎么知道你可以呢？对不对？当年我也这么劝你姐啊，后来但是她不是也结了吗？这不又离了吗？所以我怎么相信婚姻？那也个例嘛，对吧？你别跟她比，我跟车丽不是挺好的吗？是不是？好吗？夫妻偶尔小吵一吵、闹一闹，这都是正常的，这也是乐趣，大方向没有问题呀。你姐什么时候离的呀？就前段时间离的。我找你来不是给我上课的，你喝酒了。我就觉得你别怕，你不能老是这么吊儿郎当的。你有一天，你会老的，你皮耷拉下来，到时候你也没那么帅了。你想结婚的时候，人谁跟你结，对不对？还有你要孩子，你孩子长到20岁的时候，你挂了。不对，我怎么觉得你这么劝我，是不是你自己掉坑里想把我也拉进去啊？哎，就是这意思。来不来？我不，我很享受的。你享受你今天找我喝什么酒啊？你找我喝的呀？也是，喝酒。车总，咱们的伞刚才有人下单来，真的假的？你看看，你看，真的，开张了。对呀，开张了，这个挺好。哎呀，你说说，平时这个时候咱们这儿2天1场雨，现在盼着它下雨，它不下了。那你的读者也不仅限于咱们这片区啊，没准别的地方在下雨呢。但愿吧。丽姐，今天的文章排好版了，咱们还是下午3点发。准时。好嘞。行啊，你现在这储备量可以啊。熬大夜写的，大姐。我最近吧，就感觉自己使劲的往外掏东西，又没有生活上的补给，我真的有点担心，别什么时候我什么都写不出来了。子玲，咱们后台数据怎么样？还可以。小李，这是你的吗？是。你睡在工作室啦？怎么了？是不是这2天太累了，工作量有点大？没有，我就是暂时过渡一下。我之前不是刚辞职，工资还没到，房子又到期了，
你放心姐，我只要工资一到，立刻就搬走，而且我很早就起来，肯定不会影响到你们工作的。房子到期了是吧？这样吧，我们先预支你2个月的工资，你赶紧把房子给租了。你一个女孩子在这个地方，洗漱什么的都不太方便，尽快租房子。然后这2天你跟我回家吧，将就一下，好好洗个澡，吃顿饭。最近你也挺辛苦的。谢谢。你干嘛？不用这样，小事儿。孟总，行吗？我这样，好老板。哎，是闪电了吗？啊？没有啊。没有吗？怎么都魔怔了？哎呀，我最近好像是有点魔怔，我老觉得咱们接的第一个广告吧，散，是不是有点不吉利啊？这都什么时候了，还玩上谐音梗了？行吧，不信则不理，管他的呢，干活吧。我看这里边有鸡汤。对的。好吃。晚上正好剩的鸡汤就都倒到里边去了。太好吃了，还可以吧？这个菜也是晚上我们吃剩的，但我们家是用公筷吃的，子玲，你别介意啊。啊，不会，因为它通知的太草率了，实在没时间准备。对，怪我。但依然觉得很好吃呀。谢谢。今天工作怎么样？顺利吗？没来及跟你说呢，我们那个伞今天总算是有人下单了，对不对？特不容易。我去把你的那个床收拾出来，你不着急，慢慢吃，然后一会儿洗个澡，早点休息，好吗？谢谢丽姐。哎，不急啊。我也吃完了。哎，不要！你是客人，你坐下，你什么都别管啊。你坐下。多不好意思。哎，你千万别这样。谢谢周哥。没有。来，子玲，倒了点水。谢谢。来。周哥，我上回来的时候，我就一直想说，没机会说。我觉得你们家特别大，特别宽敞，而且很温馨，还特别精致。对，都是你姐设计的。丽姐真有品味。是。哎，那也是艾文什么时候的照片啊？去年照的。我能去看看吗？可以，当然。哇，这照片真高级，还发光呢。电子照片。哇，你们家好多杯子呀，真好看。这么多玻璃杯，这得来多少客人才用得着呢？哇塞，这整个柜子里都是。周璇，我的那个不是这边的被子你放哪儿了？在这边呢。在。老光，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不要生气啊。你刚才是一直在盯着李子流看吗？你刚才是一直在盯着李子流看吗？
是呀。为什么？因为她漂亮？要产生这么大的误会吗？但你确实是一直在看呐。因为我要观察她呀。我还想问你呢，你为什么要把一个陌生人带到家里来呢？我没跟你打招呼，这个是我不对啊。但他不是陌生人，那是我同事啊。而且，一个那么年轻的小姑娘住在那个阁楼上，我们那下面没租出去，又黑又大的，她也不方便洗漱，所以我就……老婆，你被保护得太好了，你善良，乐于助人，我很爱你。但这是职场啊。你看，首先你预支了他2个月的工资，因为他有困难。那以后公司里边其他的人要有困难，你怎么办呢？我只有他一个员工。是，对。那你以后还会扩招的，我这不是举个例子吗？知道。啊，其次是，他已经拿到2个月的钱了，他要在咱们家住几天？最多2、3天，那租着房子他就走了。对，你看就2、3天，那他为什么不能去住快捷酒店呢？为什么要到家里来住呢？老公，我头发最近长得好快呀。老公说话你要听进去。哎呀，我听着呢。你说呀。就是防人之心不可无，要跟人保持好距离感。那你那时候从公司出来的时候，你还因为你没有替你那个朋友出头，一直心里都很不舒服。现在还在帮人家，咱俩半斤八两，你干嘛说我？我和老于不一样，我们快认识10年了，这小姑娘才认识几天啊？好了，反正你是领导，你说了算啊。我记住了。艾文过2天要有一个结业汇报，是我们一起组织的。他特意嘱咐，希望妈妈一定能参加。结业汇报那么正式啊？有邀请函吗？你们？你过来，打开抽屉。哇，真有邀请函呀！邀请妈妈参加结业汇报，太棒了！告诉儿子，妈妈肯定参加。好的。幸福里3单元101，周艾文第1届结业汇报正式开始。哇！有请周艾文同学为我们背诵《三字经》第1章。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谓以专。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下面，我来汇报一下周全先生的工作情况。这个月我一共带艾文上课18次，课程涉及陶艺、小提琴、冰球和编程等。经过这段时间的密集试课，结合艾文同学自己的喜好和感受，再匹配我为他规划的学校，最终我们选出了冰球作为未来的主要发展方向。我们的目标是上京润，鞠躬。妈妈，冰球是我和爸爸一起选的，老师说我是班里姿势最棒的，我儿子最棒。下面是周艾文同学感恩环节。妈妈，我还有个东西送给你。妈妈，就是这个东西了。
哇！妈妈，这是我给你做的。这是给妈妈的吗？嗯。这是什么？杰出妈妈奖。谢谢你，儿子。老公，谢谢你。我好幸福啊！谁又不是呢？什么味儿？大晚上的谁吃宵夜呢？是爱情的酸臭味儿吧？老公，虽然我烤串的技术绝对不如你啊，但是今天我就想让你在旁边享受，什么都不要管。我烤串也跟你学的。那你完全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呀！我跟你说，烤串的秘诀就是多放孜然，多放辣椒。你少来，平时不让你吃那么多孜然，今天满足你。老婆，今天我的汇报有什么不足吗？我夸了一下午了，老公，真的想不出新词儿了。我知道，我没让你夸我。我为了下一次汇报做准备，哪怕有一丢丢你不满意的地方，你都可以跟我说。我一丢丢不满意的地方我都想不出来，我觉得简直是完美。谢谢老婆。真的，我好开心的。我觉得咱家最近方方面面都挺顺的，你觉得呢？反正我工作那边伞卖的还挺好，这起头起的感觉还不错。太棒。然后孩子被你带的这么好，感觉你在家里也挺开心的，是吗？当然。所以啊，我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也一样。怎么样了？还行，我刚准备铺床呢。来，给我。哎呀，这一下雨，销量就是不一样啊！可不是嘛，这比前几天卖的好多了。我从来没有那么希望这个雨一直下，不要停。哟，第一笔分账到了。啊，真的？是，地铁站就在前面了，没2步。什么意思？现在意思是让我穿着高跟鞋，淋着雨，走到地铁站是吧？你出门的时候完全不看天气预报是不是？什么事儿都要我来准备啊？这我也不知道啊，你别生气了行吗？你就这个态度吧。哎，别生气了。这个给你，别愣着了，去追你女朋友吧。谢谢，回头我再还给你。好。哎，别跑了。别伞了。老板。豁出去了，咱们今天吃顿好的吧？不过吃顿好的，走，好。走。想吃什么呀你俩？火锅怎么样？火锅好。下雨天的，吃顿火锅暖和，火，挣钱了。要求也不高嘛，你们2个人。回来啦，车总，我又接触了几个客户，真挺不错的。待会儿我跟你细说。孟总最近工作效率太高了，我有点接不住你了。社交能力强，人脉资源广，我得把你供起来。你原来认识那么多客户啊？这回这些客户是袁毅介绍的。袁毅呀？啊，
你不让我有事儿找他吗？可以啊，资源都是他的，推广费自留分。等到咱们做起来了呢，咱们也可以把咱们的客户推给他，他还得给咱们钱。有来有往的，这生意聊得明明白白的。可是你说怪不怪啊？这个人说好了自留分，后来又说这钱不要了，说是激励咱们，这不有病吗？有人跟钱过不去，你说他图什么？图的不是钱呀，图人呢。什么意思？你那表情？不是，我跟你说正经的啊，我真的觉得园艺方方面面的条件还挺好的。好不好的跟我有什么关系？你确定它不是你喜欢的那款？你太小瞧我了，你也太骄傲了吧？人家怎么了？你看过他直播吗？没有。我是无意当中刷到的。他就是他说那个他不结婚的理由，你知道是什么？他说是什么？生意经道理。想要结婚的都有病。说男人结婚是肯定是稳赔不赚的。说这个女的但凡有点姿色，那肯定就会被男人惯坏了。一个情绪上来就要离婚，离婚了呢，房产分一半，财产分一半，孩子还得带走。男的剩什么呢？就剩了一半的财产，还有一颗受伤的心灵。这是不是歪理邪说？还被他说的头头是道的，把婚姻当生意做，活该他一辈子没人要。我对他的婚姻观没有什么兴趣，我有兴趣的是你为什么对他的婚姻观有兴趣？因为这是我们两个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不想结婚。可是我不结婚的理由是，我享受我现在的生活，我爱自由，跟他完全不一样。哪有人把婚姻当生意做的？这种人你说是不是？说这儿，出什么事儿了？飞姐，你的事儿。这篇帖子里说的人是海龟，还在出版社工作。评论区第一条发的就是你的身份信息。你搞不清楚这个女人究竟是因为找不到男人结婚才变态了，还是变态了所以找不到男人结婚，嫁不出去的样子真的可笑。还念吗？念。哪怕孤独终老，当一辈子光棍儿，我也不娶大龄剩女。哎，这有一条好的评论：女人单身独立，勇于追求自我，有什么问题？这才是新时代女性该有的样子。后面这个就是这女的想火，和这个发帖人联合起来炒作，为他们公众号博取关注。别念了，这就是网上一些不明真相的喷子，能说明什么呀？对吧？没有个所以然，没有前因，也没后果，低级的标题党，典型的反面案例，你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啊。好，你还真往心里去了，太好了。飞姐，你别上头啊，这网友就这样，一讨论什么东西戾气可重了。草船借箭。明白吗？这帖子是不是特别火吧？那倒是，好几千条评论呢。说的是不是我吧？是。咱们是不是一直去爆款？眼看着爆款就来了。怎么个来法？我呀，你采访我，你就这帖子，写一篇文章就，你这题目就可以叫。大龄单身女性该不该将就？你的意思是我要为了一篇可能的爆款把你豁出去是吗？没错，你现在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把我豁出去。这帖子这么火，如果咱们不写，别人也会写。可是咱们有优势，因为咱们就是优势本身。你赶紧写，马上写。不对，咱们可以用那个视频的形式。你采访我。疯了吧你！我们现在反悔还来得及啊！你确定你做好心理准备了吗？也许这会是一篇10万加的稿子，但你心里有一点不舒服，我都不要这么做。你放心，丽丽，这点压力我还扛得住，而且我愿意接受你的采访。其实不光是为了咱们那些流量和粉丝，我其实也是想让大家看看，一个女的她其实可以活得很多姿多彩，活得很自我。
是我自己的选择。如果这些注定会招来风风雨雨，那就让暴风雨来得更强烈些。哎，就是我算是第一次接受采访吧，心里边还是有点紧张的，我怕我说不好。行，敢于表达自己的人生态度，很酷。行，开吧，开始吧。好，好了。我认为婚姻不应该将就，毕竟这是人生的大事儿。我记得有一个哲学家曾经说过，我本来以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不幸是孤独终老，但是后来我才发现，其实最大的不幸不是孤独终老，而是陪着一个让你觉得孤独的人一起终老。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幸运可以碰到真爱的。那如果碰不到真爱，为什么要步入婚姻呢？凭什么？你这么说会有点太绝对了。我老公对我就没有这个条件。一对象相亲还跟男方提出各种要求。对，还出专访了，还能自己20多岁，有的是人追呢。真的是无语。要我们说呀，就是这女的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其实根本就没有男的愿意跟她相亲。作为一个女人，到了这把年纪还嫁不出去，书读的再多再厉害，有什么用啊？还不是一样改变不了失败的本质啊！袁总，聊八卦聊渴了。啊，对，我刚跟那个姑娘相过亲，而且我坦诚地告诉你，这个姑娘非常优秀，开出这些条件并不夸张。袁总，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您误会了。对，您误会了，实在是不好意思啊，袁总。不好意思，你别和我道歉呀，你应该跟那姑娘道歉。人家对着镜头那么真诚说出自己的想法，你们倒好，躲在屏幕后面，指指点点歪曲别人的意思。我觉得，受过9年义务教育的人不应该做这事儿，是吧？是。要不这样吧，你们3个去车厘子的公众号，一人买18伞，就当给人家赔礼道歉了，可以吧？好啊，可以哈。好。你的预判可以呀，这流量和讨论度都上去了。哎，不然你也做个公众号吧，我觉得你的观点特别有讨论度。公众号就算了，我就你一个大宝贝儿，我陪着你就够充实了。你看，关键是这一篇火了，但是前2篇不温不火的流量都上来了，可不吗？马上冲进各大平台排行榜嘞，评论的还都挺好的，你发现了吗？我看看，又出事儿了，圣多伞，好多人投诉圣多伞质量不过关，后台都快炸了啊！什么？说这伞不仅漏雨还掉色，简直就是无良卖家。嫂子，哎，怎么了？你这个伞是不是有？哎呀！要我给你揉揉吧，来，滚开！真不是故意的，对不起。你就是特意瞄也不会那么准。我哪敢瞄你呀？你要怪你们的伞质量有问题，哪有这样的？成暗器了都。可是这2个肉眼看完全看不出来有什么区别。是，前2天我在你们小程序里买2把伞支持你们一下，结果我一拿到就觉得必须得过来了。刚才我听了一嘴，是不是很多差评啊？这什么情况啊？孟非，你联系供货商了吗？这不正联系着呢吗？哎，这人把我拉黑了。中套了呗？什么套？你联系的供货商对吧？对啊。没有直接联系源头厂家？这供货商说他就是源头厂家啊。可是你们程序的那个发货地址啊，根本就不是源头厂家。我们是被骗了吗？是，那供货商是个骗子。他发给你们的和你们想卖的是2个东西。
当然了，反正卖货平台发生这样的事儿呢也不少见。主要还是怪我这事儿没早点提醒你们，毕竟你们刚做，你们很多门道都不懂。我想好了，道歉。但是咱们也被骗了呀。我们是被骗了，但是不应该让粉丝来承受这个责任吧？是我们的失误造成的，他们是因为信任我们才买了伞。道歉，说明情况。想退款的人，我们来退款。这钱我来赔，都是我的错。我们一共卖了多少把伞？4万多把吧，加上广告坑位费，已经支付的5万块钱。如果要赔款的话，咱们大概得拿出20几万。还好，还能承受。之前出版社不是付了我30万的稿费吗？正好可以填这个坑。丽丽，这个钱我来赔，真的都是我的错。供应商的身份都没有搞清楚，我实在是太不专业了。孟非，现在不是说这个时候，是以我的名义卖出去的那些粉丝，也是因为信任我才买的，就该我来负这个责任。咱俩别争了，既然是合伙人，咱俩就1人1半，你让我心里舒服点，行吗？那要不我也……你就别掺和了，你要想做点贡献，就服务好那些想要退款的粉丝。回来了。累坏了吧？这两天这破伞的事儿弄得我老婆真的是……老公，你说创业怎么那么难啊？我都小心翼翼，小心翼翼，千挑万选，还是栽这么一个大跟头。赔了钱不说，还折了信誉。怎么会折了信誉呢？你看你现在这个该赔的钱也都赔了，该道歉也都道了，对吗？你们本身也是受害者呀。遇事，我觉得你们这次处理得非常好，没怂没躲。有什么问题吗？刚一开始创业都会犯错吗？怎么就不能有点小错误和小纰漏了呢？关键是我犯的这个小纰漏吧，伤害到我的粉丝了。我觉得我是该退该赔的都做了，我总觉得他们是因为信任我才买的这个伞，然后现在会不会就不信任我了？你这次不光是没有失去信誉，你反倒是提高了你的信誉，就是因为你做事做得地道。老婆，你相信我，不要害怕。既然这一步咱们已经迈出去了，就得要把这些问题都考虑到，不怕犯错，新手都会犯错，就像我做奶爸一样。谢谢你鼓励我啊，道理我也都懂，但我心里就是堵得慌。明天还有场签售会呢，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去。这有什么不知道的？大大方方的去，舒舒服服的讲。你一怂，人家还觉得你有问题呢。咱做什么亏心事了？对呀，我没做亏心事儿啊。对呀。我知道了，我明天坦坦荡荡、漂漂亮亮的出现，对不对？嗨起来。哎呀，你说让我舒服多了。饿不饿？饿。那我给你做点面吃。换衣服啊。好，谢谢陈老师。那么接下来是读者问答环节，有哪位读者有问题请问邱老师？有请这位读者。
您好，车厘子老师。你好。我一直是您公众号的忠实读者，我非常欣赏您对爱情和婚姻的态度。今天来也是想向您求教一个一直困惑着我的问题。如果你敢硬下心肠啊，你可以把家跟孩子暂时都扔给他几天，你自己出去玩玩。这么做的目的是让他引起重视。你不要觉得我每天都在你身边，你习以为常了，好像家里也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儿。但是老婆离开这几天，让他知道家里鸡飞狗跳是什么样子，他开始更加在意你的感受的时候，我想他会主动来跟你沟通的。到时候我们再说应该怎么跟他沟通是一个最有效的方式，可以试试，但别告诉你老公是我告诉你的，我怕他来找我麻烦。明白了，谢谢陈老师。哎，忙着呢。我们家涵涵跟艾文啊，是课外班的同学，他俩关系可好了。是啊，对，和大家打招呼。你好，你好，去玩吧。艾文爸爸，这车厘子老师的文章我们都看过的。哎，对，看了。你说啊，咱们都是邻里邻居的嘛，你这个带娃有什么诀窍，给咱们分享一下呗？是呀。没什么诀窍，我就是孩子喜欢什么，我们也喜欢什么，然后从他的角度出发嘛。你这太谦虚了啊！我们也不是纯玩。就是让他在玩里边发生兴趣，就是把那些知识要点都放在玩里边，用这个玩的方式把这些知识要点告诉他。对，这样学习也不枯燥，对多好的。对。是呀，那这个主意是你想的还是你们家车厘子想的呀？我们教育理念是一样的，达成一致以后，这个就一起执行了。改天把车厘子老师带出来，我们传授他经验呗。我们也想学习呀。就是呀，他没时间，他现在这么火，这么红，不然他也不会让他带孩子呀。可以，行，那我就先去忙啊，我带孩子回家学习了。啊，行。艾文走了，拿着你的猫粮。猫粮。啊。好，走，拜拜。这边的小朋友们，拜拜。人家已经不理你了。爸爸，人家怎么这么喜欢你？他们不是喜欢我，他们是喜欢妈妈，想认识妈妈。走。听说你们又有新家庭上线了，怎么样？策划团队都找好了吗？找好了，但不是很满意。我们在想多发展几家。那这个问题完全出在哪儿呢？出在市场推广啊，产品是没问题的。咱就说多发展几家。这我知道，这个是文章，是吧？车厘，真是你啊！林星啊！你怎么也在这儿？我刚才就在想呢，能在这种场合一个人吃东西，什么都不顾的，也就是你了。我简直是个看到我真是丢大人了。只要这种场合，以前都是我的那个搭档来，要么就是他跟我一起来，但是他今天突然有事儿，就把我给推上来了，还给了我社交任务。哇，我最不行的就是社交，所以我根本插不上话，我就想吃点吧，我也不能来一趟什么都没捞着。
你还真是10几年都没变，性格还这么开朗。怎么可能？你也说了10几年了，怎么可能没有变化？你要硬说的话，那我可就说了，那变化是有的，那就是越变越优秀了。师哥，你现在场面话也是一套一套。别瞎说啊，跟他们是场面话，自己人真心话。好吧，那我就当真的了，谢谢。哎，对你刚才说有什么任务来着？社交任务，因为我们一起做了一个公众号，但是刚开始做嘛，也不认识什么人，所以想到这种地方来扩展一下人脉。你呢，在哪儿高就？我在平台啊，做的还行吧。天哪，甲方平台坐我面前，我居然没认出来。做的还行的话，就说明很有话语权了。哎呦，那我以后少不了要请求你的帮助的。林总，你怎么跑这边坐来了？哎呦，王总，刚没看见我给他托了2个客户。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大学同学车丽，著名公众号的作者。你好，你好，王总。哎，对，我记得你上次好像跟我说，让我帮你介绍公众号，给你的产品做推广，是吧？正好啊，他现在的公众号正火，粉丝粘度强，流量够，赶紧，你们俩现在就把微信互相交换一下。林总您发话了，这必须服他。方便吗，王总？方便。好，加上。我扫你。谢谢。好了，加上了。谢谢。你有什么需要就随时联系我。谢，林总，那您没聊。好。好的。谢谢。看来林总说话真好使。哎呀，这是小事儿吧？一会儿带你把这些人都认识一下。哎，林总你好，林总你好。你好，你好。现在在做的公众号啊，写的非常好，粉丝粘度也高，流量也够。你们做推广的，幸亏。你看过我的公众号？陈老师，太幸了。你们常联络啊，好的，常联络啊。谢谢林总。刚才让我这么一打岔，你也没吃好，是吧？哎，我知道这附近有家好吃的宵夜，正好咱们俩一会儿去。那个正好也能叙旧，聊聊天，怎么样？行，叙旧。走，这边。所以，你的公司开没多长时间，就做出这样的成绩了，真不错。上大学的时候，我就觉得你们那一届，属你最优秀。师哥，你太夸张了！读书的时候，我怎么没发现你这么看好我呢？那是你太迟钝了嘛。俗话说，宰相的肚子里能撑船。我那时候就注意到，你这度量，宰相可跟你比不了。有几年没见了，你这损人的功力也是见长哈。主要是因为你这食量啊，令我印象太深刻。我是挺能吃的，这个还没好是吧？哎，对了，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你是想要当记者的，怎么做了公众号了？毕业以后我在报社干过几年，后来我就结婚生娃，当了几年全职妈妈。机缘巧合遇到我现在的合伙人，写了一本书，做了公众号，没想到反响还不错，所以我现在出来创业了。说干就干，无畏困难，是你的性格。我记得大学的时候，你为了写一篇，深夜拉土车的报道吧，一个女生，天天大半夜跑出去蹲点儿，一蹲就是1个月。我当时就觉得这女生可太有毅力了，那做什么事儿做不成的。是啊，你不说我都快忘了，什么有毅力啊，那就是傻。一点都不傻，那可是为理想奋斗过的痕迹，美好。那你现在这么忙，孩子谁带呢？我老公啊，他也算是为了支持我的事业吧，所以他现在全职在家带孩子，照顾家庭。全职爸爸。对啊。哦，那你们还是挺有胆量的。谢谢，我多句嘴，提个醒啊。这一边倒的婚姻啊，可不牢靠，女强男弱更是如此。你老公没有工作，你在外面事业迅猛发展，时间长了，你们的经济收入、社会地位会越来越大。这可不是孩子和感情就能克服得了的差距。太绝对了吧？靠感情不行吗？我跟我老公的感情特别好。
现在看起来应该还没什么问题，但是一方在外打拼，一方蜗居在家不进则退，那矛盾还不是迟早的事儿。嗯。回来啦！8加5加4等于38减7减9。算不出来。怎么这怎么算？这2个减法没有让你加减法在一起啊，2个减法。38减7等于多少？38减7等于21。这你要想那么久，怎么21呢？38减7等于多少？38减7等于31。对，31再减9呢？31减9。31减9。22，儿子。全乐，怎么突然换风格了？你不是一直推崇快乐教育的吗？世界之大，瞬息万变。你要干嘛呀？培养乔布斯啊？咱都不说好让他快乐的做个普通人就挺好的呀？你这些话我以前都说过。对呀，是你告诉我的呀。那你为什么现在变了呢？那咱们得跟上步伐呀。来看看这道题。你给我算算，有几只鸡，几只兔子？这是他们的题吗？对呀。怎么可能呢？这么小的孩子。哎，他就是可能啊。但是我相信我的孩子算不出来，别的孩子肯定也算不出来，太难了。算出来了。真假的？但我不认为他们是算出来的，他们是背出来的。我跟你说，这段时间啊，我去听了几个幼升小的课。你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我不是，你现在跟我以前可太像了。哦，周先生，你也有今天呐。同病相怜呐。感同身受啊。东东，大晚上能找着吗？你可真行啊！经常就在这一片。我看到东东了。哎，那你把手电给我，儿子，别跑，别吓着。那里。在哪？来，东东。东东。哎，你别摸着呀！你不是我的朋友，我已经摸过它好几次。那不行，这个不是家养的猫，你可以看东东是最乖的，这个院里边唯一能摸的就是东东，大黑不行。那我们走了，你不饿的话，你是不是害怕呀？给你放这儿了啊。爸爸他说他好像真讨厌鲜花。拜拜，东东。灯火阑美一醉，城市放。
归，有害人的我会。不醉不归。很好，儿子，议题没错。小文，手边，酸香甜辣苦涩伴酒烟。